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激发。是谁告发我们的？他跟电视台投诉就算了，现在连报章网络都知道了，这个人也太绝了吧！真的很奇怪，整件事情只有你跟双喜知道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？没有了。会不会是那些临时演员说出去的？不可能，这是他们赚钱的机会，告发我们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好处的。大哥，要是明天记者再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天天提早关门吧？哎呀，我不懂，我比你还要烦呢。刚才那些记者这么一闹，明天喜剧肯定会上报的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否认到底。不行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，给公众一个交代。好了，就这样了啊。呀，怎么样？Andy怎么说哈？他说电视台接到一个女人的投诉，说看到喜剧的老板把钱交给他，叫他安排临时演员。他为了不想断了电视台的后路，只好承认了跟我们合作。这个女人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这样害喜剧啊？爹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怎么能大庭广众给安迪钱呢？我已经很小心了。啊，蛇蝎美人啊！你是说蛇美人？是啊。我在给 Andy 钱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一直看着我们。他还说 Andy 的人很热心，一直在推销喜剧，叫他买饼啊。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投诉的。可是只有他看到我把钱交给 Andy， 不是他还会有谁啊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阴险，他一定是嫉妒我们喜剧生意好，要搞垮我们。真的是太过分了！怎么说我们也是邻居嘛？这些都是你们猜测的，他不像是这种人啊。是啊，他看起来这么友善，一点都不像会暗箭伤人。无凭无据，不能一口咬定是他做的。再说我跟他还算有点交情，多少会留一点情面的。都有外号给你叫啊，蛇蝎美人只讲钱不讲交情的，我肯定就是他。对不起，我们关店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请问你们的老板娘在吗？她刚刚走了。谢谢你。抢劫！别跑！你别跑！你别跑！你流血啦，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没事的，我自己包扎一下就好了。哎，我帮你吧，来。谢谢。不会打架就不要逞强，万一那个抢匪刺中你的要害，那怎么办？看着那个抢匪抢你的钱包，我怎么可以不理呢？我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嘛。谢谢你啦，大英雄。不用客气。真的不要去诊所啊？不用了，店里面有药箱，我回去涂一涂药就没事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的伞。谢
谢谢。佘小姐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双喜请临时演员到喜记当顾客，是不是你向电视台告发的？确实是我做的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们用这种方法来欺骗消费者。真的是你做的？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一声呢？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阻止他们这么做的。你不知道他们这么做？我当然不知道啊，我绝对不允许喜记用这种手段来欺骗顾客。可是为什么那天你来店里炫耀你们生意有多好时，你还说你支持你二哥的做法，而且还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兄弟同心啊？那是一场误会啊！当时我以为你说的是我们喜记念口号送饼的促销活动。我以为你们三兄弟欺骗顾客还大言不愧，才决定告发你们的。原来我误会你了。你误会我没关系，你本着一股正义向电视台告发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不用再向报馆宣扬，把事情闹大。怎么说，我们是朋友一场，你这么做太不留情面了吧？我没有向报馆提过这件事啊。要是真的是我做的，我会承认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。那报馆怎么会知道的？电视台人多口杂，或许是里面的人泄露出去的呢。报章这么一登，就等于毁了喜记的声誉。往后怎么还会有顾客到喜记光顾呢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你不用道歉，是我们做错在先，做错事就要去面对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船到桥头自然就会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。哎，文鼎哥，你的手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个女人啊，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你干嘛去救她啊？那是两码事啊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呢？对这种阴险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帮。他投诉也是出于一股正义，况且他已经道歉了，就证明他不会把事情闹大，我们就不要再怪他了。他说什么你就相信，他告发我们就不对。哎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的错啊。爹，你看他帮外人说好话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啊！怎么又是你们呢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我们没有东西可说的了。现在有很多顾客投诉你们，如果你们真的没有造假的话，应该出来澄清一下，给大家一个交代啊！我们没有东西需要澄清的，麻烦你们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们做生意了。连先生，你是喜记的大老板，用这种促销方法来欺骗消费者，是你的主意吗？连先生，到底是不是你的主意？哎，你们不要再问他了，真的不关大喜哥的事。那你一定知道是谁的主意了。我不知道。如果不是被人发现，你们是不是打算继续这样欺骗顾客？用这样的手段欺骗消费者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喜记是早有自豪，你们这样做不怕砸了主业的声誉吗？到底是谁的主意？是你还是二老板？总要有一个人出来给个交代吧？是啊，你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向公众道歉？对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有什么事你们问我就好了。请问你是他们的？我是他们的弟弟。所有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的，因为我求胜心强，想要做出一番成绩给我的兄长看，一时糊涂用错了方法，对社会大众造成困扰，令支持喜记的顾客失望。我愿意面对大众的指责，也会好好检讨自己所犯的过错。希望大家给喜记一个机会，继续支持喜记。我在此表示最深的歉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祖先保佑！啊，刚才文鼎出尽风头啦，今晚的报章一定会登他大大一张照片，说他挺身而出，替两位哥哥承担责任。而你和大哥都成了缩头乌龟了，尤其是你啊，干嘛偷跑？和他们多说也是白费力气。我站出来说话不是为了要抢风头，
是让公众看到我们喜记有诚意道歉，给喜记一个机会。我们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你请临时演员当顾客就是不对，这也是一种宣传方法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你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没做错？双喜，你也认为我们没做错吗？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迪儿，不要再说了啦。好，就算要道歉，也应该是你和大哥代表喜记道歉，你们才是喜记的老板，他有什么资格啊？我当然是有资格啊，因为我也是喜记的一份子。喜记出了困难，我们三兄弟一定要齐心协力。其实他说的没有错，这个时候我们三兄弟应该齐心协力想办法解决，不是吵架的时候。哎呀，现在真的只希望站出来道歉以后，记者能够给我们一条生路，然后顾客给我们多一次机会啊。大喜哥真通情达理，他明白文鼎哥是用心良苦，为大局着想啊。双喜啊，供应商那边怎么样？自从这件事情过后，他们不止不让我们赊账，还要我们付清几个月前的旧账。庙宇那边向我们订的豆沙饼，还有素三生，全部都取消了。啊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材料都准备了，如果他们取消订单，就要他们赔偿损失啊。问题是我们没有跟他签合约啊，他们取消订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那怎么办呢？门市生意不好，供应商又不肯赊账，连那个订单都被取消了。大哥，我们会不会关门大吉啊？哎呀，我不懂，我自己也是很烦啊。你们放心，有我在的一天，我不会让喜记倒下的。好，你这么有办法，那你说啊。双喜，你上次说跟面粉厂的经理有点交情，你约他出来，我们谈一谈赊账的事。哦，好，我会去做的。我跟大哥到庙宇去找负责人争取回那个订单。迪儿，你什么时候约面粉厂经理见面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和温柔留在店里面看店就好了，这些事情由我们男人去做就可以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迪儿，我会处理好的啊。好，大家分头行事，这个时候一定要上下一条心，喜记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怎么那么有兴致约我出来喝酒啊？大家都那么熟了，我说话就不拐弯抹角了。其实我有事要你帮忙。请说。我们公司呢和你们合作做生意那么久了，一直都合作得很愉快。为什么最近不让我们赊账，而且还要我们在短时间之内还清我们欠你的钱？这么做不是逼我们走上绝路吗？我明白，可是这是老板的决定，我们替人打工的也只能奉命行事啊。你是你老板的得力助手，有机会的话就帮我们美言几句吧。有啊，我有替你们喜记说好话，可是老板看了报章上的报道，对你们失去了信心，我也爱莫能助啊。哎呀，你们不可以看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报道，就要我们快点还钱啊！你也知道，做生意的钱是要拿来周转的，我们一时间去哪里拿那么多钱来还你们呢？麻烦你跟你老板说一声，叫他通融一下，多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能够做决定，你还是自己跟我老板谈吧。哎呀，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我还有个约会，我得要先走了啊。谢谢你请我喝酒。哎，林经理，改次再聊。好。帅哥，怎么那么寂寞？我来陪你。喝得那么快，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？你买钟带我出去，我保证让你开开心心。带你出去，我只剩下15块，我待会还要搭德士回去的。真是穷光蛋一个，还敢来这种地方消费？回去找你老婆吧。别，谈得怎么样了？谈得怎么样了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什么？哇，你喝了多少酒？怎么这么臭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喝很多啦。那个 Alex 喝的比我还要多，可是他的酒量比我好。你请他喝酒，是不是都谈妥了？什么都没答应啊。什么？你花钱请他喝酒，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？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我已经尽力了。嗯。呀。
去洗澡，臭啊！ I love you, dear。你快去洗澡啊！你不洗澡的话，就别想上床睡觉。哎，快过来吧，我煮了红枣龙眼茶给大家提神。好，来，谢谢坐坐。文鼎哥，这杯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大哥，你们跟庙会的人谈得怎么样了？订单拿回来了吗？不要气馁，刘备也要三顾茅庐才请得动诸葛亮。一次谈不拢，就谈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，一定会点头的。啊？你的意思就是死缠烂打啦？不是死缠烂打，是诚意。你和供应商谈到怎么样？和你们一样啊，无功而返。不要泄气，失败乃兵家常事。你再约他出来，我跟你一起去谈。是啊，多一个人去也好，或许文鼎哥能说服他们呢。没用的，那个 Alex 啊，根本是在敷衍我。喂，我是。哦，好，我们先忙乖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啊？医院打来说爸得了肺癌啊。医生啊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们替病人做检查时，在病人的肺部发现了肿瘤。经过详细的检验后，证实病人得了第2期的肺癌。我建议最好马上动手术，将肿瘤的部分切除，然后再进行电疗和化疗，将癌细胞控制住。医生，手术会不会有危险的？任何的手术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如果不动手术的话，病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。那就赶紧替他动手术啊！是啊，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老爸。我们会尽力的。不过，有些病人虽然手术成功，化疗之后，癌细胞也受到控制，却因为一些突发性的并发症而夺走了性命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不过，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祖先保佑！好了，大哥，不要再哭了，老爸不会有事的。爸真的是很可怜了，20几岁，为了要守住喜剧，要照顾我一家大小，很辛苦的，压力很大的，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。如果没有那么辛苦，他也不会抽烟，不会抽烟就不会有肺癌嘛。是啊，那时候因为他压力大，一天都要抽上2、3包烟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还要承受病痛的痛苦，老爸真的太可怜了。爸把做饼的手艺传承给我，希望我能够把喜剧好好传承下去，好好的发扬光大。可是我又不争气，不但没有把饼给做好，又不懂得经营生意，搞到喜剧差一点关门大吉。我真的是很担心啊！我担心喜剧会毁在我手里，不能让爸好好享清福。是我自作聪明，弄巧反拙，害喜剧的名声受损。要是喜剧就这样结束营业的话，罪魁祸首就是我了。我才是罪魁祸首。要不是我死得早，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，老爸不会有事的。喜剧还没到关门的地步，你们不用这么担心。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保住喜剧80年老招牌，绝对不能让它轻易倒下去的。我怕我做不到啊。是啊，我怕我也是有心无力啊。
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为了喜剧，为了老爸，我们一定能做到的。温柔，你们回来啦！这位先生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佘先生你好，你是来买饼吗？我是特地来订那种用猪肉做的酸品豆沙饼。不好意思，这种饼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了。是啊，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健康，我们喜记已经没做了。是你想要吃吗？不是的，是我过世的太太，她很喜欢吃这种饼。下个星期是她的忌日，我想用来祭拜她。原来如此，那你想订几个呢？我想订10个。10个会不会太少啊？我们要特地帮你做，我看最少都要50个。没关系，就算佘先生你订1个，我也帮你做。为什么？自从报章报道我们喜记的新闻之后，顾客就很少光顾了，庙宇又取消了订单，只有佘先生您还支持我们喜记，我们真的很感激。人生起起落落，难免会有挫折。只要你做的饼好吃，又有人情味，我相信顾客一定会再回来。你跟我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。那就拜托你了，下个星期一我来拿。好，没问题。只要还有像佘先生这样的顾客，我们喜记还是有机会的啊！文鼎哥这么有人情味，顾客一定会回头的。那现在呢，你把猪油倒点在面粉团里面，慢慢的搓。好，大团一点，大团，面团要大团一点。不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不是教过你很多次了吗？你怎么还是做不好呢？我都说过了，我不是做饼的料，不要再叫我做饼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放弃？就是不会做，就是要多加练习。现在哪里有人订这种饼呢？现在年轻人都不吃这种不健康的饼，做来干什么呢？万一顾客要订的话，你就不怕不会做了？那如果真的有人要订，我会跟他们说，喜记没有做这种饼，我们不要那么辛苦，不需要做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？难道你忘了我们喜记做饼的宗旨吗？饼皮薄，人情厚。我们做饼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吃饼也不只是为了要填饱肚子啊。就像佘先生，他跟我们订双拼，是因为他太太生前喜欢吃，这对他来说啊是非常特别、非常有意义的。如果连这个你也不理解的话，你又怎么继承喜记做饼的精神呢？你说的没有错，我就是没有用，我没有资格继承喜记。大喜，别这样，再多做几次你就会了。我真的是很没有用，我根本没有做饼的天分，做饼做了几10年，一点都没有进步。唉，爸真的是白费功夫教我。你为喜记的付出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没有用的，你看文鼎只不过来喜记几个月，就把喜记搞得有声有色。我呢，只为连累喜记，我连喜记做饼的精神都不知道，还说什么继传主业。文鼎哥也是因为关心你、在意你，才会说出那番话。你是喜记的大老板，又是连家的大哥，大家都很希望你能带领喜记走出这一次的困境。他们对我期望越大，我就越觉得自己没有用。我真的辜负了爸，辜负祖先，辜负喜记。我真的不知道留下来做什么。哦，大喜哥啊，你不要这样啦，不要难过了。我没有事。可是我不知道唐先生几时回来。没关系，我有时间，我等到他回来为止。
不会妨碍你工作。唐先生，他又来了。唐先生，我是喜记的做饼师傅连文鼎。其实我已经来了好几次，我每一次来你都不在。其实我们喜记面临困难，希望你能帮忙，不要取消订单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喜记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这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用来供奉神明的贡品一定是要圣洁干净。你们喜记的名声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如果我还是用你们的东西来供奉神明，我怕神明会不高兴。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们已经知错了，相信神明也会原谅我们，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。我又怎么知道神明会原谅你们呢？那还不容易，到神明面前问一问就知道了。妈，我和爸来看你了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蒜饼豆沙饼，是做饼师傅特地为你做的。妈一定会喜欢的。祖先保佑！我现在就在神明面前正杯，要是3次都是圣杯的话，就表示神明原谅喜记，愿意把贡品交给喜记做，你就不能取消订单了。好，我同意。神明在上，弟子连文鼎，诚心祈求您慈悲为怀，原谅喜记，给喜记一个圣杯。祖先保佑！爸，你是回公司还是回家？回家。我送你吧。不必了，不顺路，我自己坐德士回去。谢谢神明。不要只顾工作，要注意自己的健康。我知道了，你也一样，不要太操劳了。不要动！2个都是朝上，就是孝杯。很抱歉，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了。不对，这次是他踩到的，不算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说话要算话。你刚刚在神明面前说过，3次圣杯供奉神明的贡品就交由喜记来办。可是现在你只得了2次圣杯，就不能算数了。对不起，唐先生，唐先生，都是你啊！关我什么事啊？爸，别理他，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是父女。我拜访过好几次了，唐先生好不容易才肯见我，又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不要取消庙宇的订单，最后的关头却被你的脚一踩，前功尽弃了。我怎么知道你在里面吃杯饺？你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丢远一点？你偏要丢到外面让我踩呢？你为什么哪都不去，偏要往那去呢？路是你的吗？我走哪一条路还要问过你吗？你可以走慢一点啊！哎，我的杯架再往前一翻，就变成圣杯了。那只能算你倒霉了。哎，你这个人为何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呢？是你无理取闹。哎，是我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啊。是我地球人遇到火星人鸡同鸭讲。怎么了，爸？不好喝啊？最近我的血糖比较高，医生劝我少喝甜。你什么时候有糖尿病的啊？什么都没告诉我。我帮你换一个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必了，你们喝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们不住在一起吗？我们一个住东，一个住西。现在年轻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的。佘先生真开通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特地帮我做的酸拼豆沙饼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再见。想要搭顺风车啊？我制个杯叫看看吧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蛮美的。别乱动，我什么宝贝东西啊？碰一下也不行。这是我的日本平安符，没见过啊？日本平安符，你怎么会挂这些东西呢？难道你已经忘了3年08个月的遭难时代吗？那段苦难的日子，是我们每个新加坡人的噩梦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日本鬼是如此残暴的对待我们。那是多久之前的事啦，都已经成为历史了，反应还这么激动。是啊，已经是60几年的事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所受的苦难啊。哦，对了，忘了问你，安哥的身体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医生说他得了第2期的肺癌。过去我都没有尽到责任照顾他，如今有机会在他身边，好好的补偿他。谁知道他却得了肺癌。现在医药这么发达，安哥不会有事的啊。我会好好珍惜陪在他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其实你跟你爸的感情真的很好，你爸很依赖你，你也很爱他，一点都不像我和我爸。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？不是一个在北半球，一个在南半球，而是当2个人面对面，心却没有办法靠近。心与心的距离，才是最遥远的。咫尺天涯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提过，你和你父亲有一堵无形的墙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那堵墙，对吗？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为何如此疏远呢？也许他到现在还不能原谅我。你做了什么错事？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肯原谅你？因为是我害死我妈。美人，可以走了。你母亲的过世不是你造成的，是一场意外。难道你想一辈子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吗？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我想你母亲也不希望你永远活在这个阴影里。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久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小姐，我想见你们老板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对不起，我们的 boss 很忙的。哎呀，我人都已经来了，麻烦你通报一下，就是说喜记的老板娘有重要的事想跟他谈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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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，我们的 boss 出来了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请问是陈学礼先生吗？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啊？对不起，你误会了，这位才是老板。我就是陈学礼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想跟我谈什么？我叫杜诗妮，是喜记饼店的老板娘，想跟你谈谈有关材料供应跟赊账的问题。这种小事找我的业务经理 Alex 谈就可以。我先生找过 Alex 谈了，可是他说他不能做主，要我们亲自找您谈呢。哎，陈小姐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，哎，真的不会花你太多，我们谈谈好不好？谈一谈好不好？哈，哎。
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，给我10分钟，10分钟我就把我要讲的话给讲完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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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祖先保佑！祖先保佑！好，谢谢你。好消息，大喜哥有什么好消息？庙宇的唐先生打来说，他们愿意把订单交回给喜记。唐先生怎么突然回心转意啊？他说有一位常捐款给庙的什么佘先生帮我们说了好话。哪个佘先生啊？我们认不认识的？我问很多次，他不要说，就说是我们的顾客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位为他太太寄了订饼的佘先生。哦，原来是他啊！文鼎哥，你好人有好报，特地为他做饼，他才愿意帮喜记的。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天还为了做饼的事情跟你发脾气。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，我都说了嘛，只要上下一条心，一定能排除万难的。现在订单的问题是解决了，可是供应商不肯供应材料给我们，那我们怎么做饼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有我出马，什么问题都解决啦。李二，是真的吗？我去找厂商的老板，把我的方案说给他听，结果他被我说动啦。什么方案？先还给他们一半之前所欠的旧账，剩下的分2期还清。以后的交易，只要我们每一次跟他们订货，就先付一半，等我们从顾客那里收到钱之后，再还另一半不就行啦？这主意是不错，可是我们哪来的钱去还那一半的旧账啊？我去找了几家向我们订货的顾客，说尽了好话，让他们把尾数还清，这样我们就有钱了。谢谢你啊，思妮。表姐，你一出马就成功嘛，真了不起。没想到你一个女人有如此的能耐啊！总算为连家有所贡献，祖先知道了一定会感激你的。所以不要小看女人，我们女人做起事来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男人的。屌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来亲一个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不会，是我不好意思才对。你这么忙碌，还要叫你出来。现在是午饭时间，我有空，一起吃饭。不了，我是来送饼的，我等下还要赶回喜记。这盒豆沙饼是我特地为你做的，里面的每一块豆沙饼已经减了1半的糖分，你放心吃吧。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在唐先生面前为我们说好话，让我们有生意做，这一点点的小意思算不了什么。这只是举手之劳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应该的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下。喂，哦，我正在公司吃饭啊。哦，我现在很多事情要处理，走不开啊。好，那就下次吧啊。佘先生，刚才是不是没人打来？他是不是约你吃午餐？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刚才才说你有空的。佘先生，恕我冒昧，你是否还是无法原谅美人？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他告诉我，他母亲车祸去世是他造成的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耿耿于怀，到现在还是无法原谅他。这些年，他一直背负着害死母亲的罪恶感，也感觉到你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无法原谅他。他真的这么说？请别怪我多嘴。美人表面看起来非常坚强，但其实她也有脆弱的一面。她告诉我，她非常希望有父爱，可是你一直把她推开。你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人生苦短，亲情最真。我希望你可以放下过去，好好珍惜你们父女之情。老板娘，我们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辛苦啦。
爸，你怎么来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怎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？爸真的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你一直默默的承受着不该有的指责。你以为爸爸因为妈妈的事而责怪你、疏远你，其实你妈妈的事应该受惩罚的人是我，我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。那天我本来跟你妈妈约好，带你去圣淘沙的海底世界，可是我临时公司有事走不开，你妈很生气，所以就一个人带你去。如果那天我遵守诺言，陪你们一起去，就会发生这场车祸，都守护了你们母女，甚至让你妈丢了性命，让你从小就失去了母爱，这代价实在太大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我不是不想见你，而是我一见到你就想到我自己的错误，我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你爸。都是因为我太自私、太懦弱，不敢把心里的话告诉你，害你痛苦自责了这么多年。